上一世我只是个懦弱无能的普通高中生，这次我成了黑社会大佬魂川，整治校园霸凌。今天带大家一起看韩国最新魂川爽剧校园剧。黑社会的我成了高中生，面前这个努力写字的男人，就是本地黑帮七星帮的老二金德巴。因为没上过学，总是感到很自卑，所以常常找老师补习功课，期盼参加高考，拿到大学文凭。但因帮派事务缠身，没时间复习，成绩一直不好。这天下课后，手下的小弟抓到了帮派的叛徒光喜，交给德巴来处理。光喜曾是帮派的高层，因为听信了别的帮派的谣言，捅伤了帮派老大。趁乱之际，光喜绑架了德巴的老师做人质。德巴见状独自迎战，光喜松开了老师，两人单挑开打。但没想到德巴一招空手夺白刃，直接制服了光洙。周围的小弟纷纷鼓掌，德巴老大真猛。不过德巴的老师却吓晕了。德巴安排小弟们把老师送去医院后，在车里和手下闲聊。车里的两位是德巴最信任的手下，瘦瘦的叫宗哲，胖胖的叫东水，三个人关系特别好。聊了一会儿后，接到医院电话说老师没事，三人便离开了，去见大哥。聊起光洙的背叛，德巴推测是上斗帮和环路帮这两个帮派背后搞鬼，让老大必须下狠手处理。但老大因光洙的背叛，已心灰意冷，转移话题问德巴现在成绩怎么样。德巴说高考大概能考7、8级吧。老大以为他成绩还行，鼓励他努力考到9级，结果被告知1级是最好的。老大瞬间尴尬。从老大那里出来后，德巴让两个手下先回去休息，他自己出来转转。开车在路上，德巴又想起刚才和老大谈话，原来老大要他放弃高考，准备隐退，将七星帮交给德巴。德巴把车停下抽根烟，忽然发现天桥上有个高中生，正打算跳楼，他赶紧奔了过去。幸好关键时刻，他把高中生救了下来。等德巴再次醒来，他已经魂穿到了高中生体内，但德巴还未察觉，对着镜中的自己，以为还在梦中。这时房间外传来了手下宗哲和东水的声音，因为高中生间接害死了德巴，他们两个正叫嚣着要害死大哥的高中生出来。德巴很开心，梦见弟弟在找他，便开心的开门，热情的跟两人打招呼。没想到被宗哲一拳揍倒在地，于是宗哲把德巴一路拖到自己灵堂前。宗哲让德巴跪下好好道谢，感谢他救了自己。德巴这才反应过来，大声解释自己没死，但是越解释手下们越恼火。最后大哥制止了他们，让德巴离开。德巴一路上开始思索，既然要办葬礼，那说明自己的肉身已经死了，他得赶紧去停尸房找到身体，然后把灵魂塞回去就行了。可是等到了停尸房，德巴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。停尸房的管理员让他们好好道别，因为德巴明天就要火化了，安慰德巴已经去世，无论多努力，时间都回不去，除非能回到过去。聪明的德巴突然想到，那就回到过去，再经历一次同样的刺激，应该是能回去了。所以德巴又爬上了大桥。等到德巴再醒来时，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，可是镜子里还是学生的脸。再问医生，却被告知德巴已昏迷3天。此时德巴的躯体已火化。回到病房的德巴再次思索，这个高中生的灵魂去哪了？难道是因为德巴在，所以他进不来吗？而且这么多天了，他的家里人呢？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。德巴正在沉思，一个短发女人突然闯了进来。德巴跟她打了招呼，但女人觉得德巴在挑衅，质问德巴和他妈妈是否对他有意见，认为德巴自杀是受了母亲唆使，希望借此引起父亲的关注。他大骂德巴一顿后离开了。德巴开始翻看高中生的平板电脑，看到里面的日记。高中生叫宋礼宪，他的同班同学洪载明在欺负他，一开始让小宋从家里偷酒，后来是珠宝，小宋说家里没有后，就让他去店里偷香烟，如果小宋拒绝就打他。他们班还有个同学叫崔世金，小宋想和小崔做朋友，于是时常关注小崔，却被洪载明诬陷成跟踪狂。全校同学都开始议论小宋，因为洪载明的霸凌，小宋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。看完小宋的日记后，嫉恶如仇的德巴发誓要借用小宋的身体，在学校里把他们全部打倒，然后让小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等身体好转以后，德巴也回到小宋的家。小宋家非常豪华，保姆迎接了他，而小宋的妈妈烂醉如泥地躺在沙发上。在和保姆聊天中，德巴大致了解了小宋的家庭情况。小宋的爸爸是韩国知名大企业 OK 建设的会长，他的妈妈原来是演员，后来成了会长的情人，而小宋则是两人的私生子。之前那个短发女人是他爸爸的秘书，名字是李梅晶。小宋出事以前，基本上都会和李秘书汇报。保姆告诉德巴，
最近会长的原配夫人住院了，如果去世的话，小宋将成为会长唯一的儿子。李秘书可能担心他妈妈尚未成功，所以自小宋受伤后，李秘书经常来送酒，希望妈妈依赖酒精，包括现在的司机，也是用来监视他俩的。吃完饭后，德巴回到小宋房间，决定做出改变，开始剪头发。那是长辈们喜欢剪的发型，小平头。然后德巴又符合现在的流行趋势，新买了一套衣服。打扮后，德巴去书店看书，不小心撞到一个男生。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小宋日记里提到的小宋想交朋友的崔世金，但没有小宋记忆的德巴，只把他当作陌生人。随后继续看书，小崔误以为小宋故意装作不认识他，就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，给他推荐了适合的辅导书。推荐完后准备离开，但德巴拦住了他，要求继续帮忙挑书，并解释他把课程全忘了。买完书后，两人友好的分别。小崔此时还以为他认错人了，眼前的这个男人说话和行为都很老派，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分开后，小宋去了趟帮派，但依旧没勇气和他们解释事实，最后默默离开了。几天后，小宋完全康复，开始健康生活，每天健身和学习，还在家里买了一套健身器材。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学了。小宋之前是高2，从这个学期开始就是高3生了。司机把德巴送到学校附近一个路口，随后停了下来，因为以前都是在这里停，还提醒德巴胸牌上的名字写错了，原来德巴写的名字是金德巴。德巴让司机以后直接开到校门口，还取下了自己的胸牌。到了教室之后，小崔马上看见了小宋，随后老师开始点名，叫到小宋时，德巴举手，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，因为小宋变化太大了，大家还以为他是新来的插班生，完全不像以前的小宋。之前一直欺负小宋的洪载明坐在角落里，老师一走，他马上过来找德巴，问他放假为什么没联系。德巴开着玩笑说，你这是想我了吗？课后，洪载明的小弟们把德巴抓到他面前，德巴脸上带着笑，对他们毫不在意。洪载明问他笑什么，是不是生病了呀？德巴说是的，我从天桥摔下来，脑袋磕着了，其实是被洪载明的霸凌推下来的，而且他们打架也要迅速。德巴轻松搞定了黄毛，可面对一个胖子时，才发现身体的问题，完全不像德巴的身体这么好使。最后德巴被洪载明一脚踹倒了，迷迷糊糊间，德巴看见了小宋的灵魂。小宋非常沮丧地告诉德巴，你的灵魂一走，我就会死，他的人生不会有什么变化，毫无意义，所以你就走吧，别管我了。但是德巴却鼓励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离开你的身体，不过在我出去之前，我会替你把洪载明欺负的都抱回来，然后考上大学交到朋友，保护你和妈妈，等那时候你再回来生活。可转眼小宋已经不见了。等德巴醒来时，发现眼前是小崔。小崔带他去了医务室，然后质问小宋为什么在书店装作不认识我，还说小宋变化很大，明明他们关系不错。德拉又想起小宋的日记，日记里只提到想和小崔做朋友，却没提已经是好朋友，难道忘记写了？于是解释自己头部受伤失忆了，说好以后好好相处，却被小崔打断了。说实话，我们从来不是朋友，你还威胁过我，刚才只是试探你而已。那天在下雨，小宋去了小崔家，说如果不照他说的做，他就把小崔的真面目告诉大家。那天下雨，德巴和小宋出事了，小崔还告诉了德巴，别以为靠失忆这种瞎话就能糊弄过去。他从小宋的言行举止变化，推测现在的小宋完全不是真正的小宋，也许是宋理县的孪生兄弟，或者只是长得像的人。德巴对小崔的发现感到意外，但仍勉强笑了笑，对小崔说，这些只是你的胡乱猜想罢了。跳桥事件改变了自己，他开始好好学习备战高考。回到教室后，德巴坐在新的座位上，发现旁边的女生文具种类很多，听说同学们放学要去文具店，就主动问能不能一起去，因为德巴现在变帅了。放学后，德巴首次炫耀自己的超能力，用豪车接送同学，还请大家吃饭。第二天，德巴已经备齐了全套文具。这天体育课后，德巴看见了李秘书，就把他拉到一旁，问他要干嘛。李秘书说他来整理资料，这学期打算把德巴送到寄宿学校。李秘书又像以前那样想扑爱小宋，但现在的德巴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威胁李秘书说会长夫人快不行了，说不定我妈马上就会接位，还警告李秘书别再进学校，否则会和他的墨镜一个下场。回到车里之后，李秘书非常生气，问前面的男人，你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吗？前面的男人之前德巴的手下宗泽，宗泽也表示会安排好一切。当德巴回到教室，发现小崔坐到了他旁边，在德巴卡住时帮他解题，并趁其不备问他的真实身份。德巴险些中计，他开始困惑，小崔和小宋之间发生了什么？
自己又不好意思问。老师这时找到了德巴，跟他说2件事：一是要他好好准备模拟考，2是让他认真考虑自己的报考大学和专业。晚上，德巴做不出来题，又想到小崔主动示好，最终还是请教了小崔。小崔也帮他解答了问题。接着在船上回忆起那晚的事情，小宋先是请小崔帮忙，但被拒绝了。随后小宋威胁小崔要揭露他的真实面目，声称一切都是伪装，反正就是个谜团，具体情况不详。德巴这天健身完后去澡堂泡澡，碰到了2个黑帮成员起了冲突，他一把抓住其中一个的要害，看见那人手上纹了东水帮，问他们是不是新的帮派，并自报身份是7星帮的2当家金德巴，说以前没听过东水帮，所以推测是新帮派，这意味着帮派斗争更激烈了。黑帮成员则承认了这个事实，现在交上来的钱少了一半。训完2人后，德巴也软硬兼施，给了他们一笔钱，2人恭敬地送走德巴哥。德巴刚走，东水来了，他带着一群想入伙的高中生，让这2人负责教导。这群高中生，洪载民一伙人正是欺负小宋的那群人，他们向东水打听德巴，问德巴是不是有儿子之类的，但东水知道德巴根本没儿子。东水帮的大哥就是以前的宗哲和东水，听说有人用德巴的名义教训了他们，便叮嘱他们别动那人，因为德巴永远是他们的大哥。洪载民在远处瞥见一个身影，好像是小宋。德巴回到家时，没想到小崔居然已经在他家了，说是来帮他补习功课。德巴原本想赶人，但他妈的酒瘾又发作了，只好让小崔去自己房间。小崔进房间后开始翻找，试图找到小宋的痕迹，却被德巴识破。这时小崔也不再伪装，追问他小宋到底藏在哪。德巴也有些疑惑，问小崔为什么对过去的小宋那么执着。小崔解释他想和过去的小宋聊聊，而不喜欢现在的小宋。德巴反问小崔，那天晚上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？在他跳下去之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宋妈妈又开始馋酒了。由于德巴吩咐保姆把家里的酒全都藏起来，小宋妈妈抱怨小宋毁了他的演员生涯，毁了他的一生。德巴只得抱着妈妈不停安慰。小崔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安抚之后，德巴告诉小崔他去换衣服，然后送他回去时，小崔趁德巴换衣服的空隙，在地上捡了一根德巴妈妈的头发。等德巴换好衣服后，邀请小崔去音像店散散心。小崔继续探德巴的底，问他为何这么尽心对洪载民和小宋的妈妈，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德巴却回答，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管，世道会越来越糟。他还说看到小崔整理头发，让他放宽心去检测，看看是不是小宋，希望小崔检测后别再来烦自己。之后小崔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他在朋友家，会在门禁前赶回家。挂了电话后开始紧张地咬手指，到家门口后发现错过了门禁，更加疯狂地咬手指。回到家后，小崔被爸爸不停质问，并且还被他爸爸装了定位系统，所以他知道小崔接电话时根本不在同学家。小崔只好如实交代，他先去了宋礼宪的家，然后又去了影像店。父亲警告他，作为检察官的儿子，以后不许撒谎。小崔回到房间，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让他盯着某样东西看，并说都是因为他不听话才会这样。第二天，洪载民他们又找上德巴，还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下过去他们霸凌小宋的视频画面。德巴气冲冲地掰断了手机，然后他们回到老地方再次开战。这次德巴已经今非昔比，今天我们就解决这事吧。你怎么回事？黑社会的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7星帮的2把手金德巴。与此同时，老师也找了崔世金问李现的情况。老师清楚，以前洪载民那群人总欺负李现，希望以后崔世金多多帮助李现。结果看到李现骑在载民身上，老师立刻赶过去，然后老师让洪载民一伙去咨询室等着，然后把李现带回了教务处。到了教务处之后，老师建议李现申请召开校报委，对载民一伙进行处罚。那什么是校报委呢？是一个校内机构，专门处理校园暴力的，查明加害人的错误后可以进行处罚，甚至强制载民转学。李现好奇地问老师，既然有这么好的办法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？老师也纳闷，是啊，你之前怎么不申请呢？老师让李现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，因为这件事需要他们的参与。听到这儿，李现明白了自己之前为啥没申请的原因，就他那父母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情况，怎么可能召开校报委会呢？于是李现就让老师先等等，他自己去和载民聊一聊。老师也同意了。李现找到载民时，他们正勒索同学呢。李现又教训了他们一顿，让他们站成一排，然后威胁他们，不怕校报委吗？结果他们反而嘲笑你，觉得这么小的事根本不值得报警。再说了，
受害者也不认为校报伪有用，只敢说钱是借出去的，怕被报复。这让李现明白了，施暴者无法共情，他们觉得自己没错。教训完载明后，载明掀开了李现的衣服，确认他身上的胎记。这人就是宋李现，但他身手为何这么好？还以为他的功夫是从七星帮的德巴大哥那学的。宋李现随后给洪载明提了2点要求，一个要求是把之前霸凌他的视频全部删除，第二个则是要求洪载明每天按时上课，否则就会挨打。晚上回到家，李现在填写学校任务书时，在想做的事情这一栏写下了4件事，分别是彻底摆脱校园暴力、交朋友、考上大学、保护妈妈。此时离考试还有7天，崔世金这边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，通过关系给宋李现做了亲子鉴定。不过宋李现全都知情，反正身体是宋李现的，他不怕调查。搞定小崔后，宋李现又找到了洪载明，他想问问洪载明关于他和崔世金的事情。从洪载明口中，李现了解了一些过去。崔世金曾帮忙举报，但宋李现最后不敢出面，老师也就不了了之。此外，洪载明声称自己以前想跟他一起玩，结果却被误认成校园暴力，所以才会抓狂。事情就这么演变成现在这样。面对洪载明的不悔改，李现更是气愤，同时开始觉得崔世金都不一般。而宗泽这边接到李梅金的命令后，也开始商量如何对付李现。那儿现在是光喜帮的地盘，要找几个陌生人去办事。东水也跟宗泽抱怨，又失去了几个手下，看来东水帮的处境也不太好。而七星帮的老大失踪了，宗泽和东水正派人寻找，希望找到之后请老大回来，继续当他们的老大。放学后，刚考完试的宋李现在座位上闷闷不乐，崔世金过来安慰他，于是李现请求崔世金帮他补习功课。双方推让时，隔壁班的3个同学看见了，就邀请崔世金一起学习，想把李现排除在外。李现看出崔世金的难处，主动说能不能带上我。于是崔世金说你去我就去。3人自讨没趣后离开了。等他们走后，李现问崔世金刚刚为什么不直接拒绝。世金不想多解释，只说自己的想法不重要。李现又请世金帮他学习，还说能答应世金一个要求。于是崔世金答应了。紧接着李现去上厕所，又碰见那3个家伙。面对他们的挑战，李现提议打场篮球赛，如果李现赢了，篮球归他；如果李现输了，他就去跟崔世金说，和他们一起学习。不久，李现要单挑篮球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校。崔世金当然也听见了。在篮球场上的崔世金刚好接到了亲子鉴定中心的电话，他确认是宋李现无误。此时的李现也在篮球场上碾压了3个人，因为德巴生前最拿手的就是足球，其次是篮球，都是教练级别的水平。赢了的李现自然教育了3人一番。这一场胜利也让李现在同学中更有威望。晚上时分，崔世金就带着宋李现补习，他用宋李现的信用卡包下整个自习室。宋李现之前数学最糟糕，所以他把许多时间花在数学上。崔世金倒建议他反其道而行，直接放弃数学，专注提升其他科目。学完之后，2人就讨论起校报伪制度。崔世金首次露出他的整齐牙齿，直言这个制度不过是个摆设，因为涉及到学校的声誉和家长的约束，所以难以执行。最好的惩罚是什么呢？那就直接杀了施暴者。与其东躲西藏，不如集中精力搜集证据，然后杀人，以求自己被抓后可以从轻处理。这个想法让李现大吃一惊。第2天考试成绩发下来，李现果然考砸了，于是就约崔世金出去喝一杯。当来到便利店时，崔世金看到一个菠萝蛋糕，想到了去李现家的那天，保姆告诉他李现对菠萝过敏，一点点都可能致命。于是他用蛋糕试探李现，并说这是为了帮助李现学习。不知情的李现一口就吃下了，但崔世金不忍心，还是阻止了他。没想到李现直接拿起旁边的菠萝果冻，自己吃了起来。于是李现的身体很快出现了问题，崔世金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。这下他们彻底确定，眼前的李现不是原来的宋李现，因为如果李现真的失忆了，身边的人一定会提醒他，他对菠萝过敏，虽然原因未知，鉴定结果显示你是宋李现，但你肯定不是他。崔世金开始讲述那晚发生的事。那晚李现来求他帮忙，虽说崔世金没答应，但还是很担心拒绝了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想跟他联系，但那个时候李现昏迷在床上，所以没能联系上。虽然李现听说后没有承认，但还是对崔世金说可能会回来，并让崔世金在宋李现真正回来之前帮他学习，考上大学。他负责带回真正的宋李现。从此2人的关系越来越好。宗泽也开始行动起来，因为有个临时安排的人手来不了，于是抓了刚加入帮派的洪载明，一起去
崔世金和李现来到李现家门口，看到一群人正抱着他妈下楼。李现和崔世金立刻冲上去，和那伙人打了起来。车里的人正是洪载明。洪载明这时才发现，原来是让他来绑架，吓得直接跑了。李现那边眼看不敌，世金的脸上也伤痕累累。幸好这时听到警笛声，吓得绑匪们拔腿就跑。李现把妈妈送到医院，警察也赶到调查状况。警察询问李现，他妈妈有没有仇家？李现立刻想到了李秘书，这肯定是李秘书派人下手。但在警察面前，李现却撒谎说只是停车纠纷，并不是绑架案，想要撤销报案。最后警察半信半疑地说会在调查后联系他。警察走后，崔世金无法理解李现为何撤销报案，但李现有自己的考虑，因为如果报案调查下去，他的私生子身份就会暴露，所以他安慰崔世金说有他的原因，但宋李现肯定没事。崔世金回家后，面对父亲的询问，谎称被几个流氓打了。父亲听后，让他带自己去案发现场看看。到了现场，做检察官的父亲立刻发现崔世金在撒谎，因为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更别提打架了。他爸开始骂崔世金，面对父亲的指责，他紧张地晕了过去。到医院后，崔世金的妈妈也打电话来，责怪丈夫给了崔世金太多压力，而父亲辩解自己都是为了他好，典型的为你好家长。这就是崔世金的父亲，也开始调查宋李现一家。哇，控制欲真强！李现这边也开始查李梅金，但是给 OK 建设公司打电话，竟然说找不到这个人，而保姆和司机也联系不到李梅金，打过去的电话都是空号。李梅金这边正在大发雷霆，不但没绑架成功，还跑了一个手下。宗泽安慰他，听说报案已经撤销了，至于逃跑的洪载明，他会处理。洪载明的确也失踪了，他连学校都不敢来。崔世金因为昨晚晕倒，今天请假了，现在在图书馆，还借了一本书叫《二重生的理解》。宋李现和崔世金在一起继续学习，闲暇时，李现也开始教崔世金拳击。然后在宋李现回家途中，遇到了洪载明。洪载明这才弄清楚，这房子主人竟然是宋李现。宋李现把洪载明带去咖啡店，载明开始打听他们家报过警的事。李现告诉他报警已取消，这下载明放心了，方才知道洪载明已经2天没吃饭，于是就带他回家吃饭。厚脸皮的洪载明竟问李现能不能在他家住一晚，这才得知洪载明的家境非常糟糕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妈妈早已离家出走，还有一个妹妹住在理发店，打工上学2不误，难怪洪载明会变成小混混。李现也就同意了。崔世金也跟着说今晚住这，他妈妈从国外回来了，和他爸说今晚睡妈妈呢。洗完澡后，趁崔世金不在，载明再问能不能多住几晚。你以前经常欺负我，怎么现在装得跟我很友好？而且李现被霸凌的视频还在网上流传。洪载明不反思还不知悔改，让李现很生气，狠狠骂了他一顿。被骂后的洪载明去阳台抽烟，崔世金又过来了。原来刚刚他们俩的对话他都听见了。那天晚上，崔世金发现洪载明在车上，知道他是同伙之一，而报警的正是洪载明。这时李现听到他们的谈话，直接走过去抓住载明，问他怎么找到同伙。载明于是说出了关于东水帮的事。第二天，崔世金回到家后，看到了桌上借来的图书，关于重生的理解，并根据书中理论推测，现在的宋李现可能是双重人格。这天放学后，李现独自回家，打算直接去东水帮，却没想到东水帮的人先一步行动，直接把宋李现绑到了帮派基地，同时向大家伙道个歉，之前我把2个人名搞混了，瘦的是东水，胖的是宗哲。李现被东水帮的人绑了，刚好被刚离开的崔世金看到，顺手在路上捡到了宋李现的手机。本想报警的他，想到宋李现之前说的报警对他不利，只好放弃报警。李现去了东水帮，东水他们也认出来了，你就是害死我大哥的那高中生吧？李现也怒了，七星帮的规矩是不能碰未成年，你们是不是除掉了之前的大哥？他几下就打败了一群小弟。东水也从李现的功夫看出来，这是得八大哥的亲传技艺。不过最后竟被宗哲这个胖子撂倒，打到昏迷不醒。打架还是得看体重。这边黄毛等人收到任务，东水帮让他们去找李现家麻烦，但洪载明明白东水帮是在干违法勾当，他果断拒绝，并要和东水帮撇清关系。不过他们并不知道，黄毛这伙人还有另一个目标，是要抓洪载明这个叛徒回去复命。洪载明也没料到，这群人竟然是恩将仇报，平时大家一起抽烟喝酒，欺负宋李现这么久，你们就为了一个新来的帮派跟我翻脸，赶紧逃跑！
而崔世金这边手足无措，他站在路边摇手指，突然收到父亲的短信，父亲说要来接他放学，大约5分钟后到。洪载明在跑途中碰到崔世金，就拉着他一起跑，摆脱了那些黄毛后，洪载明才告诉崔世金，东水帮又想绑架李现的妈妈。载明听说李现被抓之后，他还告诉了崔世金，东水帮的老巢在一家酒店，李现估计就在那。崔世金让洪载明去李现家帮忙，可洪载明断然拒绝了这送命的建议。他这瘦小身板去了能干啥？两人正争论时，黄毛他们的声音又传来了，载明只好自己逃跑，崔世金则打车赶往酒店。他老爸拼命给崔世金打电话，但是崔世金故意不接，因为他明白父亲能定位他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他爸肯定会来酒店找他，然后可以借助检察官的父亲就送李现。途中还用了李现的手机给保姆打电话，叮嘱他们不要出门，加强安保。崔世金的父亲发现崔世金不接电话，果断打开手机定位，迅速赶往酒店。李现从昏迷中苏醒，东水则开始推测，他怀疑宋李现和德巴以前就认识，所以宋李现武功和德巴一模一样，也知道很多七星帮的秘密。李现听后既没承认也没否认。东水还反问之前七星帮的大哥去哪儿了，怀疑是东水搞的鬼。这么一口大锅，东水可不敢背。德巴去世后，另3个帮派就对七星帮发难了。大哥那时受了重伤，他住院期间偷偷的跑了，因为大哥不在，不敢用七星帮的名号，于是成立了东水帮。宗哲也给东水打了电话，现场保安很严，东水让他在原地等。闲谈中，东水也告诉了李现李秘书的计划，先绑他妈送精神病院，然后把李现送出国留学，国外枪支自由，到时候再搞出点意外，到时候自己就能撇清和宋李现的关系。现场只剩东水一人，李现想离开必须打败东水，不过宋李现对东水太了解了，东水的十字韧带有旧伤，这事只有宗哲和德巴知道。李现在说出东水的弱点后，东水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李现继续劝东水，让他解散帮派，把李秘书带给他，事情成了给他一笔钱。东水还是没答应，但也使李现立即离开。出门就遇见了崔世金和他爸，世金还了李现的手机，然后他的检察官父亲让他们在外面等，他独自走了进去。崔爸进去后，利用自己检察官的身份，逼东水撤走了李现家的人，否则就派人整治他的地盘。东水没办法，只好给宗哲打电话。不久，李秘书就上门质问为何撤人。东水说是检察官出面了，李秘书也只能默认这个结果。但事情还得继续。当初3个帮派联手攻打七星帮，老大受重伤却没钱做手术，正巧李秘书路过，主动出钱帮忙做了手术。现在东水帮管理的大楼和酒店全是李秘书安排的，帮忙的代价是绑架宋李现，所以东水帮只能继续想办法。而崔世金这边，自从酒店的事之后，和李现就断了联系，急得磕 CP 的女孩们都跑来问他们咋了。这时崔世金发了短信约他见面谈。见面后崔世金才说，那次在酒店他父亲愿意帮忙，是因为崔世金答应事后和宋李现断绝联系，并且上交了手机，只留下一个老款手机，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。崔世金还有个和他妈联系的平板，又把新号码给了宋李现。面对崔世金的帮忙，宋李现也对他说可以帮他任何忙。然后崔世金提了2个请求，教他骑自行车，2教他喝酒。崔世金自从忌惮父亲的威严，就和打篮球的那人混在一起，因为他的爷爷也是官员。洪载明一直没来上学，李现去找那几个黄毛，问他们怎么回事。其实洪载明是怕他们找麻烦，所以没来上学，最后被黄毛几人蒙混过关。回到教室后，一位女同学走过来，问李现要不要化妆。原来明天是他们班要去毕业郊游。初次郊游的李现第2天带了一堆他学生时期的玩具，像七巧板之类，当然被同学们嘲笑了一番。不过在随后的猜歌名环节，李现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因为问题都是一些老歌曲，只有他知道什么 Hot、SES 等，泪流满面感叹岁月，但拍照时连比心都不会。顺便从同学那儿听说洪载明在便利店打工，李现立刻赶去找他，才知道黄毛等人接宗哲的命令，要绑架洪载明。李现知道后，让洪载明回去上学，这事儿他来处理。接着就接到了崔世金的电话，得知崔世金在自己曾经自杀的那个天桥，赶紧跑过去。崔世金头上受了伤，刚从家跑出来，来这儿也是想寻短见，但看到高度后有点怕，然后提议今晚去李现家过夜。可李现并没有带他回家，却带他去了海边，搞得像校园爱情片。东水和宗哲2人也悄悄跟在他们后头。
想伺机下手，结果被李现无意中发现，然后两人各自去看海、逛街、学骑车、吃饭。宗哲和东水两人现场磕 CP， 一模一样。一直到晚上，未成年的他们，酒店都不让住，不给开房。最后宋李现想到一个地方，虽然这家店起初也不让未成年人入住，但老板欠了德巴一个人情，被威胁一通后，只好给他们俩开了个房间。接下来宗哲和东水就到了，一进房间，李现就问崔世金怎么受伤的。原来崔世金从小就受到他父亲的粗暴高压教育，玩具坏了就烧掉，一开始还敢反抗，后来有次关门，不小心弄死了自己的狗，他再也不敢反抗。而今天，崔世金在房间里发现了摄像头，并得知他爸在学校安排那个篮球手监视他，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崔世金受不了，当着父亲的面撞墙寻死。后来他去了天桥，李现也来安慰他，你爸可能也是这样长大的，所以这样对你，答应要帮崔世金摆脱他爸。晚上等崔世金睡着后，李现拿出崔世金的手机给他爸打了电话，两人在电话里吵了一架，气得崔爸砸了自己的手机。第二天一早，宋李现打电话给宗哲两人，约他们俩见面。宗哲一开始还以为是德巴，然后发现不对，就赶紧跑了过去。落座后，李现开始说他们的秘密，准备坦白身份。宗哲的姐姐是残疾人，住在康复中心，每月费用都由德巴承担。德巴去世后，一直是李现在交代，因为宗哲老失望。东水是个孤儿，19岁第一次见德巴，是德巴救了他。正当李现准备坦白自己就是德巴时，宗哲先一步推测宋立宪是金德巴的儿子，并表示这就是他们俩生气的原因。金德巴居然隐瞒自己有儿子的事，瞒了他们20年。李现哭笑不得，但也随口承认了，毕竟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。从此，宗哲和东水正式成了他的叔叔。叔侄俩相认时，司机也到了，带来早餐和校服，因为一会儿还要上课。李现又给崔世金重新介绍，两个人是他的叔叔。两人到了学校后，李现发现黄毛一伙人还在谋划抓捕洪载明，他当场打电话给宗哲，取消了任务，这让黄毛一伙非常吃惊。接着老师过来了，把崔世金和宋李现叫走了。原来是崔爸找到学校来了，他一到就揪住了宋李现的衣领，把崔世金经历的一切全都怪在了宋李现身上，然后提出要和崔世金单独谈谈。同时崔爸告诉崔世金，他打算召开校报委，让他揭发宋李现。世金听了之后直接晕倒，被送到了医院。李现单独找崔爸，指责他的教育方式就是虐待，告知崔世金想自杀的事实，并认为真正需要治疗的是崔爸，而不是崔世金。崔爸气得想揍人，李现说完就走了。崔世金也醒了，两人互相安慰了一下，又走到一起。这时打篮球的同学也凑了过来，被崔世金臭骂了一顿，我教你学习，你居然帮我爸偷拍我，赶紧消失吧。而女同学们也高兴地磕起了 CP。 晚上，黄毛4个人终于又堵住了洪载明。虽然说东水帮老大已经撤销了这个命令，但这段时间这4个人拼命要抓洪载明，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，最终决定抓洪载明去交差，争取成为东水帮正式成员。洪载明也不再伪装，我之前逃跑只是避免打斗，收拾不了宋李现，但能对付你们。然后他就揍了他们一顿。第二天，宋李现他妈因为莫药发作了，以前的药都是李秘书送的，于是李现拿着药瓶去药店买药，但店员告诉他，这种药副作用很大，容易成瘾，吃多了还可能引发精神疾病。李现得知后立即给东水打电话，他让东水等人把李秘书抓到他面前，但东水等人也不知道李秘书在哪，只是知道李秘书今天会来。挂了电话之后面对抓住李秘书的决定，东水也有些犹豫。他管理的地盘收入全靠李秘书，和他闹翻就等于解散东水帮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正吵着，李秘书也走过来，他一来就大骂，为什么还没抓到宋李现？而东水也做出了决定，他对李秘书说要解散东水帮。虽说你确实对付了七星帮，但绑架未成年人违反了帮规，尤其现在宋李现还是他们的侄子，所以为了还当初的情，他们不会抓李秘书，让他马上滚蛋，并且给了李秘书3天时间去给宋李现道歉，否则今天你就不会这样了。李秘书骂骂咧咧地离开，到门口时正好看见黄毛和其他4个人鼻青脸肿的在门口商量宋李现和东水帮的事。李秘书灵机一动上前去，而学校那边也出了问题，崔爸召开了校报委，诬告宋李现打崔世金，利用自己检察官职权，打算把这个事情交给检察院处理，而且麻烦远不止这些。宋李现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黄毛4人去警察局举报宋李现校园霸凌，
背后操纵的人自然就是李秘书。宋礼宪在接到警察局电话后，很快又接到了李秘书的电话，约他在停车场见面。见面后，双方展开一番交谈。最开始，李秘书鼓动黄毛他们4个人去报案，随后立刻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还承诺如果出事了会找律师，以后也会帮他们安排工作。黄毛他们那几个人也把网上霸凌宋礼宪的视频全删干净了。李秘书的打算是把宋礼宪送进少管所，然后再把他妈妈送进精神病院，而且身边还跟着保镖。宋礼宪一时也拿他没辙，而李秘书过来的目的是威胁宋礼宪，让他主动选择出国留学，但宋礼宪当然没同意。崔世金这边对发生的一切暂时还不清楚，又被老爸逼着和篮球队友载勋一起上下学，直到到了学校才知道，崔爸甚至帮他换了班，以后他和载勋同班了。看到崔世金一脸茫然，载勋也把崔爸召开的校报委会议告诉了崔世金。宋礼宪也因为校报委被同学们用异样眼光看待，但还是有女同学对他不离不弃。这时崔世金也到了教室，告诉大家校报委是误会，他并没有被宋礼宪霸凌，并且承诺会处理好这事。宋礼宪和同学们的关系恢复正常。宋礼宪问崔世金怎么打算处理，如果校报委取消的话，崔世金只要写份申请书，再让家长签字就行了。不过宋礼宪担心崔爸不会签字，但是崔世金劝他别担心，他会处理好。这时洪载明也赶来了，一进门就指着宋礼宪大吼，听说你被黄毛他们告了。结果宋礼宪和崔世金立马按住你跑了出去。就在操场上，宋礼宪把黄毛他们被李秘书教唆的事全都说了。宋礼宪从洪载明那儿打听到黄毛的位置后，计划见见黄毛他们。宋礼宪见到黄毛几人时，劝他们撤销起诉，若不撤销，他也会反诉他们。黄毛等人噤声不语。宋礼宪走后，他们开始商量，如果真想陷害宋礼宪，必须说服洪载明一起，其他同学都被他们欺负过，肯定不会帮他们。洪载明是唯一知情的，他们立刻找到了洪载明，把李秘书的条件说给他听。但洪载明此时已经不愿再同流合污，却被黄毛嘲讽了一通。当初带头欺负宋礼宪，让他去家里偷东西，一直打他的人不就是你吗？还威胁洪载明，如果你不倒打一耙，宋礼宪告他们，进少管所的就是你。宋礼宪也去了警察局，对警察说了实情，但目前的证据都对他不利。宋礼宪原本想上网找个视频给他们看，结果发现视频已经被删了。警察让他下次带之前的日记过来，并尽可能找几位同学作证。事情完了以后，宋礼宪找到了东水和宗哲，告知他们李秘书的情况，并让他们赶紧把李秘书找到。一旦控制住李秘书，黄毛一伙就会没人帮忙了，事情很快会真相大白。载明送人回家以后，正好遇到了妹妹。妹妹把父亲留下的存折交给洪载明，存折里是父亲留给他上大学的学费。对于黄毛和宋礼宪的事，洪载明决定袖手旁观，谁也不帮，但担心宋礼宪会不会追责自己，考虑要不要去找宋礼宪求情。但每次靠近宋礼宪，结果崔世金总在旁边。宋礼宪也得知黄毛等人的决定，他们不打算撤诉，法庭上见吧。随后接到了宗哲的电话，宗哲告诉宋礼宪，他们已经找到七星大哥了，他康复了，也听说了宋礼宪的事，答应这几天会去看他们。但李秘书这边还是没有进展。期中考试结束，宋礼宪在崔世金的帮助下，成绩取得了不错的提升。放学后，宋礼宪收到警察短信，说他的案子已经转交检方。宋礼宪决定去警察局问明情况。快要走的时候，洪载明打算去聊聊，没想到宋礼宪被隔壁班女生邀请吃饭。不过宋礼宪没察觉女同学的用意，只是说今天有事，约好改天他请。女生走后，宋礼宪立刻被同班同学围住，还有同班女生围攻他。宋礼宪一到警察局，警察就告诉了他目前的进展。他们本想联系宋礼宪的父亲 OK 建设的裴会长，但被告知他已出国。宋礼宪也接到检方短信，让他下周一去检察院参加黄毛等人的调解。而这一切背后都是崔爸在操纵。崔世金用妈妈的签字撤回了校报委的申请，而崔爸现在正怒气冲冲地冲进学校，恰好碰到了赶来找老师的崔世金，父子俩又在操场对骂。崔爸告诉儿子，他在处理黄毛几人起诉宋礼宪的案子，这让崔世金心里很不爽。明明宋礼宪才是受害者，可在崔爸眼里，宋礼宪就是个害自己儿子走上弯路的坏人。崔爸还威胁崔世金，如果你敢作证，就和你断绝关系。宋礼宪也猜到，崔爸才是检方背后的推手。李秘书没这么大能耐，他的妈妈身体不太好，准备送去医院住院。面对父亲的威胁，崔世金不敢再作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崔世金想到了洪载明，他察觉这几天
洪载明总是想和宋礼宪交谈，于是问他是不是和黄毛他们一起想告宋礼宪。洪载明当然否认了。崔世金让洪载明去搜集黄毛他们的证据，因为他知道黄毛他们的手机里一定还保存着霸凌宋礼宪的视频，但洪载明还是不敢答应，这样的话他就会进少管所。这让崔世金怒骂洪载明没良心。洪载明做的每件坏事宋礼宪都原谅了，现在却不肯帮忙，这让洪载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在回家路上，洪载明又被黄毛拦住。面对无作为的洪载明，黄毛发出了最后的威胁，如果宋礼宪到时起诉黄毛他们，黄毛等人肯定会把洪载明供出来，因为当初就是洪载明带头欺负宋礼宪，到时大家一起倒霉。但面对威胁，洪载明还是坚持不帮黄毛他们。晚上他约了宋礼宪出来，告诉宋礼宪自己不会作证，结果宋礼宪说他也没打算找他。洪载明听完很生气，你明明无计可施，干嘛不找我作证？宋礼宪回答说他不想让洪载明进少管所。洪载明完全折服，跪在宋礼宪面前，他父亲留下了大学学费，所以他非常害怕被送进少管所。宋礼宪只是扶起了他，告诉他不必担心会进少管所，并且注意到洪载明还没吃晚饭，于是顺道把洪载明带回了自己家。家里的保姆陪妈妈去医院了，所以这顿饭是宋礼宪亲自做的。餐桌上，宋礼宪又一次劝洪载明要认真学习，不要再欺负同学，一定要高中毕业。吃完饭后，宋礼宪把洪载明送出了门。宋礼宪顺便去医院看望妈妈。一到医院，他给崔世金打了电话，安慰他，崔爸的错不是你的责任。崔世金勇敢地站出来，决定出庭为宋礼宪作证。回到家后，洪载明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痛哭不已。第二天早上，宋礼宪醒过来，他妈妈的状态也好转了，母子第一次有了正常的交流。妈妈还注意到宋礼宪身材变好了，宋礼宪可能有了心上人。话题转到了宋礼宪的父亲，他得知宋爸爸给李秘书买了一套公寓，但宋妈妈看得更明白，买房子就是在给情人准备。他估计宋爸爸有外遇，宋礼宪也从中听出关键信息，于是问宋妈妈知不知道那套公寓在哪儿，然后马上把地址告诉了东水和宗哲。俩人立刻动身前往公寓。洪载明一夜醒来后，也决定做些改变，整理了家里，穿上校服，然后给黄毛等人打了电话。他决心帮黄毛一伙起诉宋礼宪。刑事调解当天，宋礼宪和崔氏经一起到了检察院，宋礼宪也接到了东水的电话。他们闯进了李秘书的公寓，却发现公寓里没人住，还是没找到李秘书。崔爸赶来了，要带崔世金走。就在这时，洪载明进来了。宋礼宪以为他要控告自己，结果洪载明趁黄毛不注意，从身后抓起背包扔给宋礼宪，里面装着黄毛的平板，连同密码一起交给了宋礼宪。黄毛冲上前夺回，几个人立刻开始搏斗。黄毛他们不是洪载明和宋礼宪的对手，崔世金也加入战斗，把其中一个打倒在地，这让崔爸彻底愤怒了。宋礼宪终于拿到了自己被霸凌的证据，并交给了赶来的警察。洪载明直接承认，当初是他带头霸凌宋礼宪的。面对宋礼宪的疑问，洪载明解释说，只有他能帮宋礼宪，这也是为了报答宋礼宪的犯恩。洪载明确实变了。洪载明和黄毛等人被送上了去少管所的大巴，但黄毛依然没反省。上车后，黄毛几人想找李秘书，但也联系不上了。宋礼宪也收到保姆发来的消息，让他去医院，他母亲要出院。而宋礼宪离开后，洪载明见到了真正宋礼宪的灵魂，对他说了一句抱歉。崔爸也重新找到了崔世金，但这时崔世金已经觉醒，要求崔爸向宋礼宪道歉，因为他诬陷了宋礼宪。但崔爸仍不悔改，甚至想让崔世金转学远离宋礼宪。而崔世金顶撞了他爸，如果一定要转学，他就退学，即使崔爸要断绝关系，他也不后悔。说完就走了。宋礼宪到了医院，终于见到了七星大哥。原来在早上他睡着时，七星大哥已经见过宋妈妈了，并告诉了宋妈，宋礼宪在学校遇到的一切被同学设计，保护妈妈免遭绑架等事情，并提醒宋妈要好好保护孩子。讲完便离开了。宋妈知道后心疼不已。离开后，七星大哥也开始怀疑宋礼宪的身份。德巴如果当初和演员恋爱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见到宋礼宪后，七星大哥也发现宋礼宪对七星帮的事了如指掌，而且说话语气和德巴一样。然后支开了东水和宗哲。坐下之后闲聊一阵后，宋礼宪也明白了，七星大哥已经看穿了自己就是德巴，但是却没揭穿德巴。德巴安慰大哥逝者已矣，七星大哥悲痛欲绝，让德巴好好学习，与德巴拥抱告别，然后嘱咐东水和宗哲要好好帮德巴，随后就离开了。宋妈那边也准备出院，但保姆担心不同意，
这时李现也回来了，跟医生确认完情况后，也同意了出院的提议。母子俩在医院外等车。宋李现劝妈妈离开裴会长，但说的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宋妈已经20年没工作了，然而宋李现态度坚定，安慰妈妈道：“你能做到。”就在这时，宋李姐看到了出租车顶上的 OK 建设活动广告，立即把妈妈送上车，然后拨通了东水宗哲的电话，因为他知道如何联络裴会长。原来世界建筑展在德国举行，刚刚落幕，裴会长应该快到机场了。三人急忙赶往机场。崔世金正和同学在学校闲聊，然后告诉了宋李现，诉讼的事在洪载民的帮助下已经解决了。在和同学聊天时有了灵感，怀疑宋李现被附身。此时在机场，裴会长刚下飞机，李秘书跟在后面。刚下飞机的李秘书接到了律师的电话，告诉了黄毛他们失败的消息。裴会长也被宋李现拦住了。看到眼前的孩子，裴会长认出这就是他的儿子宋李现。宋李现带着李秘书来到饭店，面对父亲，把李秘书的事儿全说了。尽管李秘书都否认，但裴会长见李秘书惊慌失措，就确定了事情的真相。李秘书下跪向裴会长道歉，也被宋李现叫来向自己道歉。宋李现至此终于大仇得报，准备离开。裴会长见儿子如此能干，非常开心，告诉宋李现准备将他纳入自己的户籍，成为他真正的儿子。但宋李现对这个身份嗤之以鼻，你对我根本没有养育之恩。大骂完裴会长后，他离开了餐馆。见到东水和宗泽时，宋李现让他们俩先回去，他自己走走。东水逐渐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开始怀疑宋李现就是德巴大哥。随后宋李现给他妈妈打了电话，告诉了妈妈他拒绝了裴会长让他入户的提议。妈妈在宋李现的鼓励下决定重返职场，复出演戏。最终德巴也见到了宋李现真正的灵魂。德巴实现了对宋李现的承诺，解决了校园霸凌事件，交到了朋友。保护妈妈的决定，上大学这事儿当然得宋李现自己拿主意。两个人还约好了1周后德巴就正式离开这个世界。东水不断打德巴的电话，但都被德巴拒接了。东水想要真相，毕竟告别也是很痛苦的。回到学校后，崔世金找到了宋李现，问他是不是被灵魂附身了。突然被揭穿的德巴大吃一惊，慌忙否认，然后找借口走了。学校也贴出了洪载民和黄毛等人的处理通知。宋李现刚好遇见正在看通告的载勋，在宋李现的要求下，载勋也向宋李现道了歉。宋李现鼓励载勋删掉崔爸的电话，并告诉载勋自己不在的时候要真心和崔世金交朋友。说完他就走了。宋李现和女生开始了约会，女生正式向他表白，但即将离开的德巴不敢应答，让女生给他2天时间，是否答应得看真心宋李现的决定。载勋也找到了崔世金，为他之前的行为道歉。崔世金接受了他的道歉。随后载勋询问宋李现是否要转学，因为之前宋李现对载勋说自己不在时要好好和崔世金做朋友。崔世金听说后马上找到了宋李现。面对崔世金的质问，宋李现决定告诉真相，带他去了殡仪馆。他是金德巴，而且自己2天后就要离开，说是离别，其实就是死亡。崔世金终于见到了宋李现的灵魂。走出殡仪馆的德巴也看到了东水和宗哲。宋李现和崔世金在殡仪馆谈起了宋李现跳桥的那天。他那天过来找崔世金，希望崔世金找他爸帮忙解决校园霸凌问题。但是面对长期被欺负的宋李现，崔世金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初的无奈，他拒绝了帮忙。宋李现想揭露的崔世金真相，其实只是看到对同学们热情开朗的崔世金，实际上是一个不喜欢与人接触的虚伪人。崔世金对于被宋李现揭露真实面目更加愤怒，也终究没能帮到那时的宋李现。两个人现在总算互相理解，彼此都当成了真正的朋友。德巴最终还是向东水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之前没有告诉他们，是因为不想让他们2次失去我这个大哥，并谢东水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德巴也开始和崔世金告别，鼓励他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。分别的时刻终于到来，天堂之门已经敞开。就在临行前，宋李现挡住了金德巴，他跳桥后其实早已死去，也释怀了所有。多亏了金德巴才让他见到自己的幸福，希望金德巴未来也能以自豪的样子幸福的继续生活。最终宋李现离开了金德巴。时光飞逝，宋李现和崔世金都上了大学，他们考进了同一所学校。崔世金也知道现在的宋李现其实就是金德巴，他们还是非常要好。全剧中